谁懂啊？白玉兰这一晚，肖战又不是靠什么大动作冲上热搜的，不是夸张发言，不是刻意抢镜，也不是故意制造名场面。真正让网友反复回看的，竟然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动作。他下台之后，微微躬身，双手托着提名奖杯，轻轻地向身边同伴。就是这么几秒钟，直接把很多人看愣了。有人说，这动作也太郑重了，像是在递一份特别重要的托付。也有人调侃，肖战递奖杯的样子，简直像在接新生儿，小心翼翼到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。还有网友发现，工作人员当时似乎拿了盒子过来，肖战就很自然地双手把奖杯递过去，后来又因为拍照需要被示意拿回来，他整个人的反应还有点猛，乖得离谱。这就是肖战很有意思的地方。你说他是顶流，他确实是；你说他是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提名演员，他也确实站到了这个舞台上。可偏偏在这种高光时刻，他给人的感觉不是我终于站上来了，而是我很珍惜，也很感谢。没有用力过猛，没有高姿态，更没有那种走到哪里都要让全场配合自己的架势。一个双手递奖杯的小动作，反倒把他的分寸感、礼貌感和敬畏感都带出来了。6月25日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活动荣耀之夜举行。肖战凭借《藏海传》中藏海一角入围最佳男主角，这是他第一次以这个角色走进白玉兰的视帝赛道，也是《藏海传》这个作品被主流奖项看见的重要时刻。说实话，能走到白玉兰这一步，本身就已经不是简单的热度高3个字可以概括的了。白玉兰奖向来看重作品质量、表演完成度和行业认可度，能出现在最佳男主角入围名单里，意味着角色和演员都经受住了一轮专业审视。所以当肖战抱着那座提名奖杯走下舞台时，他的郑重其实很容易理解。那不是普通的摆件，也不是粉丝口中的周边，它代表的是一个演员的作品被看见，代表的是角色藏海被行业记住，也代表着《藏海传》整个剧组一路付出的回响。于是他双手托住奖杯，不是作秀，而像是一种下意识。很多人夸他刻在骨子里的教养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大，但放到这个场景里，还真不是硬夸。因为一个人面对镜头时可以管理表情，面对采访时可以提前准备话术，可这种下台之后转身之间递东西的一瞬间，往往最能暴露习惯。你平时怎么对待别人，临场就会怎么反应。肖战这次被热议，恰恰是因为这个细节太自然了。他不是先看镜头，再摆一个谦逊姿势，也不是故意慢动作，等大家拍到再递出去。他就是顺手做了一个双手递交的动作，身体还微微前倾，整个姿态很轻，也很稳。这种轻是不抢风头，这种稳是心里有数。更好笑的是，网友还给这段画面延伸出了不少梗。有人说，肖战是不是以为奖杯要回收？因为现场工作人员拿盒子过来时，他真的很配合地递过去，像是完全听安排。后面奖杯又被还回来，他那种略带迟疑又马上接住的状态，被网友截成了各种表情包。还有人说，别人领奖杯是高光时刻，肖战递奖杯也能被全网研究。这话听起来像调侃，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，他的公众关注度确实很高，高到连一个小动作都会被放大讨论。不过这次的放大并不是负面的审判，而是很难得的正向共鸣。大家不是在挑刺，而是在感叹，一个已经红了这么多年的人，怎么还能保持这种很本能的礼貌？这几年娱乐圈最容易被反复讨论的，其实不是完美人设，而是稳定的底色。一个人偶尔礼貌一次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场面活，但如果很多次公开场合里，他都保持类似的分寸，观众就会慢慢形成印象，哦，他好像一直是这样。肖战这次白玉兰内场的细节，不止双手递奖杯一个，落座时他会主动向前辈问候，与导演郑晓龙交流时状态也很松弛，合影、互动、台上台下的走位都能看出他对场合的尊重，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热络，而是很得体的距离感。这种距离感在内娱其实挺稀缺，有些人太想表现就容易显得浮，
有些人太想低调，又容易显得冷。肖战这次刚好卡在一个很舒服的位置，该回应的时候认真回应，该鼓掌的时候跟着节奏鼓掌，该发言的时候把话说清楚，该下台的时候就安安静静回到剧组和同伴身边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当晚的那场人气会被形容的那么热闹。肖战没有走官方绿毯，直接进入内场，这原本是一个很低调的安排。可越是低调，外界反而越好奇。粉丝等图等到着急，网友等正面高清等到刷屏，工作室被催更，平台也接连放出相关物料，整个场面有点像大型全网找肖战。结果他一出现，那场镜头就很难不往他身上聚。他登台发表提名感言时，现场不少嘉宾拿起手机拍摄，画面一下子就有了名场面的味道。不是单纯粉丝滤镜，而是那种好不容易在正式场合看见他的稀缺感。平时埋头拍戏，不怎么参加综艺，也不靠频繁曝光维持热度，所以每次出现在大型活动里，关注度都会被集中释放。这就是所谓的少而精的效果。你越是不天天刷存在感，大家越会在你出现时多看两眼。而肖战当晚的发言也没有跑偏，他没有把话题只停留在个人荣誉上，而是提到了对影视行业的祝愿，希望行业行稳致远，佳作不断。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很多人夸？因为它很符合白玉兰这个场合。白玉兰不是粉丝见面会，也不是流量打榜现场，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最重要的不是喊口号，而是知道自己身处什么位置。作为提名演员，肖战表达的是感谢，也是对作品、行业和同行的尊重。这种发言不花哨，但很稳。说白了，就是该有的格局有，该收的锋芒也收住了。这也是肖战这几年口碑变化里很关键的一点。很多人过去认识他，可能先是通过流量、热度、话题，但这几年再看他，会发现他一直在往演员这条路上扎。不是只靠粉丝声量往前推，而是用一个个角色去增加说服力。《藏海传》能让他进入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，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。尤其是古装题材进入主流奖项视野，本来就不容易。古装剧天然容易被贴上粉圈热、流量剧孵化到好看的标签，想要真正进入专业讨论，演员必须拿出足够扎实的表演。藏海这个角色不是单一的帅，也不是简单的爽文男主，他身上有隐忍、谋略、克制、疼痛，也有命运压过来的沉重感。肖战能凭这个角色被提名，说明外界看到的不是肖战来了，而是藏海成立了，这才是演员最需要的认可。所以回到那个双手递奖杯的动作，它之所以让人动容，并不是因为动作本身有多复杂，而是因为它发生在这样一个节点上。一个已经拥有巨大人气的演员，站在主流奖项舞台上，拿到属于角色和作品的提名荣誉。按理说，这种时刻最容易让人兴奋，也最容易让人露出一点锋芒。可肖战没有，他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稳稳拖住，认真递交，微微欠身。那种感觉就像在说，我知道这份荣誉很重，所以我要好好拿，也要好好递。网友说这是稀缺的浪漫，其实挺准确。现在大家看多了轰轰烈烈的营销，也看多了各种精修大片、夸张通稿、热搜词条，有时候反而是这种没有设计感的小细节更容易打到人心里，因为它不喊口号，不卖惨，也不强行煽情，却能让人看见一个人的底层习惯。而且这次白玉兰期间，肖战身上的反差感也特别明显。一方面，他穿着西装亮相，整个人状态挺拔、清爽、金贵，坐在那里就是很标准的正式场合男演员状态。另一方面，一旦被夸、被镜头抓到、被现场喊好帅，他又会低头抿笑，耳尖泛红，整个人突然变得有点不好意思。这就很妙，前一秒还是沉稳演员，后一秒又像被老师当众表扬的学生。你说他不成熟吧，他在正式场合的表达和礼仪都很稳；你说他特别老练吧，他被夸时又明显藏不住害羞。成熟和少年感放在一个人身上，就形成了很强的反差。难怪网友会说，成名多年，怎么还是这么容易害羞？
一般来说，一个明星红久了，很容易产生某种钝感，被夸多了就习惯了，被拍多了就麻木了，被关注久了就自然形成一套防御机制。可肖战的反应还是会让人觉得，他并没有把所有夸奖都当成理所当然。被介绍成绩时，他会不好意思；大屏幕出现特写时，他会有点害羞；被现场夸帅时，他会低头笑；被 Q 到给剧组送甜品这类细节时，他也不是立刻接梗炫耀，而是先露出一点腼腆。这种反应很难装的长期一致，偶尔一次可以演，年年如此就不太像演了。更何况，肖战已经不是刚出道的小新人。他出生于1991年，今年34岁，出道多年，也经历过高光和压力。按理说，他完全可以更明星化一点，更习惯被簇拥一点，也更理直气壮地享受掌声一点。可他在公开场合里呈现出来的，仍然是那种比较克制、比较收着的状态。这恰恰是很多观众愿意继续看他的原因。娱乐圈从不缺漂亮脸，也不缺热搜体质，更不缺一夜之间爆红的人。真正难的是，红了之后还能不能稳住，站上更大的舞台之后还能不能保持清醒，面对掌声和镜头时还能不能知道我为什么站在这里。肖战这次白玉兰之夜给出的答案挺清楚，他是因为作品站在这里的，他是因为角色被看见的，他也是因为长期积累下来的公众印象再次被大家讨论的。所以说，这次的热议表面上看是双手递奖杯，实际讨论的是一个演员的分寸感；表面上看是那场人气高，实际讨论的是作品和人气叠加之后的关注度；表面上看是成名多年依旧害羞，实际讨论的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还能不能保留真实反应。这三个点合在一起，才构成了肖战白玉兰这一晚的完整看点。有理是他对人的态度，有热度是市场和观众给他的反馈，会害羞是他身上还没被磨掉的真实感。这三样放在一起，就很难不让人上头。更何况，肖战真正站稳白玉兰讨论场的核心还是《藏海传》。如果没有作品打底，再多礼貌细节也只能停留在人不错。但现在不一样，他是带着角色来的，是带着提名来的，是在主流奖项的语境里被讨论的。双手递奖杯只是让这份讨论多了一层温度。简单讲就是作品给了他底气，细节给了他好感，这才是最有效的路人盘。比起硬凹人设，观众更吃自然流露；比起铺天盖地吹嘘，大家更愿意相信一个被镜头偶然捕捉到的瞬间。肖战这次恰好踩中了这个点，而且不是刻意踩，是他的习惯刚好被看见了。所以这场白玉兰之夜之后，关于肖战的讨论才会这么多。有人讨论他的提名意义，有人讨论《藏海传》的主流认可，有人讨论他和郑晓龙导演的现场互动，有人讨论他未走红毯却依然成为那场焦点，也有人单纯沉迷他的害羞反应和递奖杯名场面。热闹是真的，关注也是真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份热闹没有偏离演员本身，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作品、角色、礼仪和公众形象上。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这其实是很好的传播路径，不是只有脸，不是只有粉丝尖叫，也不是只有营销词条，而是让更多人知道，肖战这次是凭《藏海传》走进白玉兰的，他被讨论的背后有角色，有作品，也有多年如一日的自我管理。这才是白玉兰这一晚最值得写的地方。从台上提名演员，到台下双手递奖杯，从内场被全场关注，到被夸时低头害羞，从顶流标签到演员肖战的主流奖项认可，他的这一步走得不喧哗，但很扎实。有时候真正能打动人的，真不是多大的排场，而是一个人站在聚光灯下，明明已经被很多人看见，却依旧懂得低头，懂得双手托住，懂得把荣誉当成荣誉。这份分寸感才是肖战这次白玉兰之夜最出圈的原因。一句话总结，奖杯不大，但他递出去的那个动作分量很重。也难怪网友看完会感叹，肖战这人吧，红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有一种很难得的没被名利场淹入味的清爽感。
该帅的时候帅，该稳的时候稳，该害羞的时候又藏不住。内娱这种反差确实不多见。白玉兰这一晚，肖战没有用力制造爆点，但爆点自己来了。因为真正的好感从来不是喊出来的，是被看见的。